效果好不好？我不知道你在练什么那个水北京啊，我不知道你要练什么，所以我没办法做评价。你往一个方向去说吧，你想往什么样？反正从增肌而言的话，你这肯定不好用。增肌，小臂39，冷不冷？减脂得无氧吗？减脂只需要热量缺口。减脂的话呢，它大概就是降低身体脂肪的百分比。你知道为什么打仗地区的人他饿的都跟皮包骨一样吗？他们会做无氧吗？还是说他们会做力量训练？他们什么都不做，就是因为他们的饮食被敌军切断了，粮食运不进来，地方被炸得寸草不生，没东西吃啊。平常活着，日常所需，他挖战壕、挖地道，有非常大的热量缺口，所以说他们体脂率会非常低。打仗一般不会有出现很胖的人啊，就算是指挥官，一般也吃不了，也囤不了太多的脂肪，通常都是将近比较偏瘦的，都是这样的。减脂只需要热量缺口，然后更好的减脂它需要力量。其实更好的减脂你搭配点有氧也没问题的，力量有氧控制饮食，做好恢复就完全足够了，各种的营养补充恢复。身高体重啊18182，真空腹我不会。降低体脂率是少吃吗？不是少吃，是热量少吃。热量少吃跟食物少吃是完全两码事情。热量少吃啊，不是食物少吃。瘦70斤还是个瘦胖子，对的，是正常的。我去，我刚吃完饭没20分钟，肚子全是米饭，胀死了。是在大量的血液去我的消化系统消化我的食物了。如果不直播，我肯定要犯困了，塑形增肌啊，可以的。塑形增肌做8到12次吧，正常做就行了。按你计划，热量缺口多少合适？热量缺口取决于你对于效果的预期。就好比你要去建设一个工程，要配多少的工人，要去配多少吨的材料，取决于你的这个项目的规模。如果你就搞一个小厕所的话呢，我觉得水泥搞个几袋基本上也够用了。如果你要去建一栋高楼大厦，那对不起，一袋水泥绝对不够。这个热量缺口多少合适，取决于你对于当下阶段要减多快，是1个月减3%的体脂率呢，还是说1个月减2%的体脂率？我才给你一个热量缺口。正常来讲的话呢，500上下，效果挺好的。500上下，龙门架1600，1个月瘦10斤啊！你10天发一遍就行了。没记录的话，你可以汇总一下，比如说0到30天，体重减了5 kg 也没问题啊。到时候汇总一下嘛，发一下。比年初大了好多啊，大了4公斤吧。因为我力量训练和饮食做得更好了，所以说今年和去年进步是我历史生涯中最快的。我进步最快的不是第1年，也不是第2年，也不是第3年，是第4年和第5年是最快的，是直接大了1圈。这1圈下去的话，就直接把我跟爱好者拉开差距了。这1圈一下去，我的水平就是秒杀一切爱好者，能跟我旗鼓相当的就是网红了，基本上就是网红水平了。你要跟我一样的体脂率状态，还得有跟我的肌肉量差不多，就是网红水平。之前的话一直都是爱好者水平，就突然这几年
把饮食做好了，力量训练计划也做好，就突飞猛进嘛。顾启源啊，你的问题可以的，可以一起执行。晚上米饭多少克？550克。正常的话应该是3碗的量，我把它压扁的，压扁压成2碗。米饭250克，有1公斤多了，我一顿能吃1公斤多的，我吃很多的。我给你算一算嘛。米饭550克，加上鸭腿80克，去掉骨头去掉皮，再加上豆干90克，再加上卤蛋55克，再加上土豆丝60克，再加上青菜60克，再加上豆腐100克，还有一点辣椒酱5克，刚好一顿1公斤，胀死了！感谢保送的灯牌，全非常胀。回复一下，你发吧，我肯定看到就回复了。吃不了太多米饭，肉可以增肌吗？可以啊，你吃不下太多的话，就是基本上干净增肌嘛。你把米饭换成馒头嘛。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训练过程中去补充个20到30克的葡萄糖，训练中和啊，训练中和。这样的话，你0.5倍的碳水也吃下去了。飞鸟10组，我去，你这个太夸张了，10组没必要，哥们儿。你飞个3、4组就够用了，超负荷的3、4组，你1组也能增肌，哥们儿，不用一定要搞10组。你把质量做好，做个3、4组够用了。肩膀的话呢，小肌群恢复比较快，适合高频的训练。如果你肩膀1周练1次，我觉得太浪费了。我建议你肩膀隔个2、3天就能练1次了。中束它是小肌群，恢复比较快的。你单次不用练，单次我觉得还是2分化、3分化好搞。瘦胖子减多久取决于你的体脂率。正常来说，体脂率高于30的话呢，3、4个月起步吧。下胸我用杠铃卧推练的，体脂11%。瘦胖子减多久我说过了，取决于你的体脂率。就跟你要建设一个项目工程要多久，也是取决于你项目多大。比如说我们这边宁波象山要把宁波鄞州区跟我们象山县造一个铁路，不是铁路，好像是地铁吧。它从23年好像就开始搞了，2027年才能结束。因为它是横跨一片海了，基本上在上面搭桥又是搞什么，这个项目要搞很长时间的，所以说可能搞好多年。如果你就给厕所刷个墙呢，那可能1天就刷完了。减多久取决于你的体脂率有多高，取决于这个项目要做多久。飞鸟1组多少次？8到，其实我觉得飞鸟10到15次可以，8到12次也可以。体脂率18，增肌和减脂可以同时进行的，因为你是新手。新手增肌减脂可以同时进行的，你们做过新手的都知道，它就是可以同时进行。体脂率26啊，如果1个月给你慢慢减3%的话呢，2个月到20%，4个月到14%的体脂率，腹肌差不多有了。减到我这样的话要5个月，这个是慢慢减啊。就是正常老百姓的速度慢慢减，快一点减的话呢，就3个多月或者2、3个月了，3个月吧，快一点。慢慢减的话呢，就基本上肌肉也可以长，快一点减的话，就是意味着肌肉不太好长。引体向上不用微微后仰，正常中立位就行了，正常中立位就行了。做好饮食啊，减到多久？如果你愿意舍弃一点肌肉量，或者说1个月就可以。如果你要慢慢减的话呢，差不多2个月。慢慢减的话2个月，2个月的话，肌肉它不仅不会掉，还会长。2个月，正常不会有人减1个月这么快的，所以老百姓一般是1个月到2个月减到15了。1个月到2个月肌肉也能长，慢慢长的，慢慢长的。哇，肚子好胀啊！吃了1公斤的鸭腿饭，1公斤，肚子好胀啊！
增肌能找我吗？肯定能啊，我就是纯瘦子增上来的。其实对于增肌的话，我比减脂还要擅长，因为我可以感同身受嘛。纯瘦子他吃不下东西了，吃不下饭。我一般是推荐干净增肌的计划，就是说我之前比较瘦的时候，基本上也是这个体脂率，然后我胖起来了也没胖过，也是这个体脂率。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以前开始练的时候，差不多就这样，就这个体脂率。它只不过就大了一圈嘛，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。就纯瘦子增上来的，也没胖过，挺好的。然后薄肌状态，这个是超薄肌啊，超薄肌。反正你们就走干净增肌就行了，干净增肌绝对好用，它不会胖。胖的话你皮要松的，我是没胖过，所以我皮是一点都不松，我的皮它是直接像汽车贴膜一样直接贴上去的，它一点都拉不出来，很紧实。只要你剪干之后脱了水，它整个皮肤像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啊，就是肌肉的刻度会非常清晰，它就是没胖过的好处，胖过要松的皮。健身5年半了。肱二头连接处它肉量不够，我觉得肉量够可以解决99%的问题。引体向上小臂垂直人就后仰了，后仰就后仰，你把自己拉起来就可以了呀。增重的话，通过力量训练嘛，触发增肌的必要条件，然后回到家进行营养补充，早睡早起就可以增重了。进行健身房进行力量的专项训练，去触发增肌的必要条件，然后再通过后期的饮食补充以及早睡早起，给它把肌肉长出来就行了。蛋白粉对长肌肉，蛋白粉它不能直接长肌肉啊，蛋白粉只是补蛋白质的。健身后补一盒牛奶会不会影响减脂？取决于你一天的总量，取决于你一天的总量。这个问题就跟你去股市投入100万会不会破产，取决于你的资产。如果你是马云的话，投个100万，那就是亏就亏了，闭个眼睛嘛。如果你还是借的100万，那你就直接破产。然后这一盒牛奶会不会影响减脂，取决于你一天热量的总量有没有超。如果你是跟我一样，我代谢很高的，就算我减脂喝一瓶牛奶不影响。但是如果你代谢偏低的，你喝一瓶牛奶没什么缺口了，那肯定影响。取决于你的总量，取决于你的总代谢，能不能制造出合适的缺口。因为减脂它有个必要前提，需要制造出热量差。那么只要围绕热量差就能保住你的效果。肌酸作用的话，简单概括吧，一个是让你看得更大，一个是让你力量更大。第3点的话呢，是有利于你增肌，它主要对于健身是这3点。对，跟你总热量有关。你总热量越高的，你的缺口一般来说容易拉得越高。就是说肌肉男他减脂会比普通人容易很多，因为他的肌肉量大，那么它的受体重比较大，受体重大的话，基础代谢会高个一点点，高个一点点的话，意味着它比老百姓肌肉男它会更有利于减脂。哇靠！鸭腿饭吃的太撑了，肚子太胀了，我要缓一缓。这肚子胀的我气都吸不上来了。这鸭腿饭我一顿吃了1000多卡路里。1000多卡路里吃了，我一顿把瘦子基本上半天的量都给吃掉了。我以前从来吃不下这么多东西，后来健身胃口就变好了，形态看得很舒服。我从薄肌上来的肯定舒服啊，从薄肌上来的。跑步不长肌肉的，跑步不长肌肉。黄子韬啊，我是涛子黄，黄子韬。我是涛子黄。
主播多高多重啊？1812，一天吃多少热？2000到3000吧，一般2000到3000。男的178、179，继续减肥，加力量还是继续减肥？加力量和减肥它不冲突啊。对沙县的鸭腿饭，肌肉练的话有必要分担一点。我明年要打自然赛，要去比赛，去备场赛，所以我要增加肉量。肉量的话，对于比赛会有用处。它肌肉量的大小可能会直接决定你的名次。我现在在储备肉量，等到以后不需要这么多肌肉量了，我直接停练个半年，肌肉基本上掉完了，基本上就掉完了。暑假到现在大了这么多，哎，确实大了，哥们儿，确实大了。暑假的时候，我比暑假到现在重了差不多3.5公斤吧，3到4公斤。为什么大了这么多呢？因为我把一本书看完了，那本书让我直接又提升了一个维度，让我的认知。那本书在微信读书里面，你们去搜一下健身相关的书籍，都去看一下就行了。多看点书，它能提升你的认知。那看完那本书，我花了1个月的时间，我去，花了19个小时看完，差不多每天看半个小时嘛，每天看半个小时。哇！看书是真的很煎熬的，你别说看半个小时了，你就看5分钟，你就觉得好漫长啊！我每天看半个小时，1个月才看完。哪本书啊？健身营养书吧，应该是，它是跟饮食相关的，应该是健身营养书，我忘记书名了，你去搜一下吧。还有就是力量训练计划的书，它就是力量和饮食讲了2方面嘛，我体脂11%，我忘记书名叫什么了，应该是跟健身营养相关的，你可以去搜一下健身营养相关的。我脸上没肉了，脸上已经没一层皮了，已经，我脸上已经是一层皮了，没有肉了。唉，是因为其他主播开美颜的，所以说我没开美颜的话，你就看着我脸大嘛，我开个美颜的话脸就小了，开个美颜脸就小了。因为我本身头就不大的，你让我开美颜反而很奇怪的。压不住了，看成少罗了，所以说我不开美颜嘛，我就是原相机拍嘛，原相机拍就可以了。开美颜了呀，开美颜肯定会瘦脸的呀。我脸真不大了，你们现实看到我就知道我脸不大的。早上吃了个放纵餐，称了一下，比爬坡重了半斤啊！没事，过几天就下去了。你放纵餐吃脂肪吃的多会胖，我建议你们放纵餐以碳水为主，比如说馒头啊、面条啊，尽可能以碳水为主，或者说水果。既然这样吃，其实也不叫放纵了。碳水吃下去，在你节食期它很难胖的，因为你的肌糖原没有填满，基本上都填不满。它会直接冲到你的肌糖原里面去，你第2天呢、第3天训练状态可能会更好，肌肉的水合程度也会更好，看起来可能会更大一点。哎呦，肌酸我好多天没喝了，肌酸我都不用了，肌酸。我感觉肌酸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大的感觉啊，肌酸我可能把它停了，肯定自然健身啊。缺女朋友有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有女朋友啊，我有女朋友。直播间粉丝没女朋友啊，可以帮你介绍一下。我直播间粉丝没女朋友，新手练后手臂变螳螂啊？什么变螳螂？能不能说清楚啊？变螳螂什么？
你吃了螳螂果实啊，变成螳螂人了，还是说卡莫多吃了橡胶果实啊？涮羊肉它蛋白质加脂肪，脂肪会直接储存的，动物脂肪嘛。减脂和增肌理论上不是理论上，它就是可以同时进行的，而且是1000%可以同时进行，它就是客观事实，它就是客观事实。减脂只需要热量缺口，增肌的话呢，你要引发增肌的一种条件。新手他更容易进行，老手他只是不容易进行，同时进行而已。而且老手一般高水平的，他备赛把体脂压得很低，这种体脂率的话本身就很难增肌了，因为体脂率太低了，增肌是还是需要点激素水平的。正常你们老百姓体脂20多高的离谱的，随便增肌减脂同时进行啊，闭着眼睛都能同时进行啊。我健身5年半了，2个月体重没变啊，体重没变，把力量做好吧，提升做组力量。增肌减脂可以同时进行，减重增肌也是可以同时进行。减重你想同时进行的话，你要把力量训练的做组力量提升上去，热量缺口不要拉太大，营养要做到合适补充，营养要做到合适补充。我不推卧推，卧推的话呢，不练了，已经不练卧推了。我现在练双杠臂屈伸了，专门练手臂。减肥挨饿就行了，减肥挨饿能掉体重，但是你饿不过7天就开始暴食了，暴食之后你的体重还会反弹，而且对你的心理健康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，因为你会有愧疚感，影响你的心情，会使你也有挫败感，你整个人的心情都有点偏抑郁了。所以说还是正常去减吧，我觉得减脂就几百块钱的东西。总比你自己瞎搞要好。挨饿的话肯定会触发暴饮暴食的。背练不宽的话，提升做组力量。15的体脂可以同时进行。主播24。实力推半年涨15，不随便涨吗？新手。实力推新手不随便涨嘛，老手的话就不好涨。半年推15得看你到什么，得看你的体重跟那种和你现在推的重量吧。其实到后面啊，你推个2-3个月长个10公斤都很正常。不对，到后面的话，我觉得能涨，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涨的。为什么都是增大了再开始减，很少有保持超低体脂增肌的？因为他们不会干净增肌啊，就这么简单嘛。会干净增肌是吃不胖的。你们关注我1年多的都知道，我比去年大了很多，但体脂率没涨，我长的全是肌肉，已经长了4公斤了，差不多3个月长1公斤吧，长得很慢的。我是练全身的呀。3个月长1公斤，不对，4个月长1公斤，多慢呀！不对呀，不对，3个月长1公斤，1个月才长几百克呀，我1个月才长300多克，长得很慢的，很慢的，练到位了。怎么样能够多效减脂啊？你说的是有效减脂吧？有效减脂一定要把控好热量缺口，这是最重要的，我把它排第一。剩下的话就是让自己去吃饱，多吃点瓜果蔬菜，吃得更健康一点。
然后细节的话呢，就是安排练前餐和练后餐。练前餐的话呢，可能有利于保证你的训练状态；练后餐呢，它可以让你去进行最大化的肌肉合成，在减脂阶段。其实这些都没有第一点热量缺口重要。你做好第一点了，后面的细节做到的话，你可以做得更优。但是你后面你最重要的没做到，后面其他都不用管了。噔，什么鬼啊？我就感觉氛围怎么不一样了？讲一讲一日饮食吗？饮食有什么好讲的？就是瓜果蔬菜、肉蛋奶、五谷杂粮嘛，吃来吃去都是米饭，各种肉类，每天都吃一样的，没什么好讲的。16岁推100肯定厉害啊！饮食我就米饭嘛，米饭啊、青菜啊、各种鸭腿啊、鸡蛋呀、就这些东西，吃来吃去都是这些东西。早餐的话，我是吃面包的，面包加乳清蛋白。晚上的话呢，绿豆粥，就这些东西，每天都吃一样的。晚上有点想吃螺蛳粉了，但是我吃饱了又不想吃了。我现在肚子里全是饭，我刚吃饱还没1个小时呢。米饭吃了一斤多，吃了3碗的米饭，吃的都撑了。分离乳清蛋白可以用脱脂牛奶冲泡，当然可以啊。但是脱脂啊，但是你喝分离的话是什么目的啊？是乳糖不耐受吗？你的蛋白粉乳糖分离掉了，但你牛奶乳糖没分离啊。你用牛奶冲泡的话，如果你乳糖不耐受，肯定要拉稀的。如果你乳糖耐受的话呢，喝分离只是为了提高蛋白质的百分比的话，那就没问题。看日多吃蛋白质 OK 吗 ？OK 的。早上起来健身前吃什么？健身随便吃吧，随便吃。基本上馒头、面包、碳水都可以。蛋白质来源的话，可以是鸡蛋清，也可以是乳清蛋白，选择一点易消化的，不要吃太撑。然后早上起床健身的话，可以用点咖啡因啊，或者说黑咖啡，提升一下训练状态。一般早上起来是比较懵逼的，一般。早上吃点易消化的食物啊，像那种什么牛肉啊、羊肉啊就不太推荐了。吃点易消化的。盐含水产品居然不是最佳选项，吃腻了呀，哥们儿，吃腻了呀！你家开面馆的，你晚饭也会去吃面吗？会不会？你家是开螺蛳粉店的，你晚饭会吃螺蛳粉吗？你家就是天天吃海鲜吃鱼的，你天天吃，那你也得换个口味呀，对不对？吃来吃去都是这些鱼，吃来吃去都是螃蟹，都吃索然无味了。就跟你家是内蒙古的，天天吃牛肉，你吃都不想吃了。一般是旅游的人他喜欢吃，旅游的人他尝一下海鲜嘛。尝一下海鲜，本地人他不是天天吃海鲜的，有的人他已经吃腻了，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吃，看人的。我对海鲜不感兴趣。不瘦脸的话，体重掉的不够多呀，你体重得掉个10斤，脸肯定会小了。欧恩我没用过，我不太清楚，没用过。这段时间练的不想练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你瞎练，训练过度了，老是组数嘛，每次练个超过15组，每次训练嘛做到力竭做不动了，生怕不做到力竭不长肌肉，训练安排的又比较密的，训练时间长，休息时间短，就是恢复不过来了嘛。就是恢复不过来了，去做好疲劳管理吧就可以了。当你的身体本能的抵抗训练，它已经给你信号了。自然训练的话，永远是恢复大于训练的，恢复它是必然前提。很多人觉得训练重要，对，训练很重要，但是你恢复不过来的训练是没有意义的，就跟你去挖黄金一样，你一个袋子，你的袋子能装很多黄金，但是如果你这个袋子由于太贪心，
装黄金把它压破了一个洞，那你整个黄金会颗粒无收，全漏光了。做到你能恢复过来的容量才是有用的。其实经验丰富的老手，他能把控他能感知自己的一个恢复能力的，就通过计划的一个复盘嘛。就比如说这个小循环，第二天训练之后呢，明显感觉很累，不想练，他会反思一下上次的训练有什么变量，是80公斤负重双杠臂屈伸多了一组，就导致疲劳值直接上升了，他可能就是这个简单的原因。我昨天就多休息了一天，因为根本就不想练。然后我反思了一下，前一天训练我用81公斤负重做双杠臂屈伸做了2组，本来一般是做1组的，因为我感觉绑肘没绑好，我又多做了1组。那一组的话没有彻底力竭，但也是将近力竭的。我的体重加上81公斤的话，都160多公斤了，整体的强度是比较大的，让我比较疲劳。所以第二天我就不练了。下次的话我肯定会反思总结了嘛，就不会做2组，我可能就做1组就够了。一定要复盘训练计划，控制好疲劳。我不抽烟，认为健身要不要戒烟啊？你就正常健个身的也不用戒烟，你想健康的话你可以戒烟。健身不用戒烟啊，健康才需要戒烟。如果你吸烟引起了你健康方面的问题，那你也没有心思去健身了。OK。腹肌和胸肌好大，1周几练？我过2天练一次，2天练一次，感觉很上瘾。大佬宁波对宁波象山的，过几年我就是象山的天花板了。这几年的话呢，还有一些大佬比不过，因为我的年限也就才练5年半，再给我4年半的时间吧，10年磨一刃啊，绝对是象山天花板。哇，腹收不进去了，饭吃太饱收不进去了。好多朋友也抽啊，不是破弱，不是他们也抽，是他们在成为之前就已经抽了。不是很多大佬喜欢抽烟，是抽烟的人他慢慢的成为了大佬，明白吧？你以为抽烟能增肌啊？他不抽烟的话，只会让他状态更好。就跟5-6年前吧，老生常谈的问题，就是老人在公交车上抢座位嘛，就是让年轻人强行让座嘛，这个引发了社会的探讨嘛。就很多人说老人变坏了，其实老人他没有变坏，只是这个坏人他变老了。他以前在上个世纪他就是流氓地痞流氓，那个时候10多岁他就混流氓了，只不过过了半个世纪他变老了，就是流氓变老了。现在的老人他并没有变坏，明白吧？是这个原因。不是很多大佬他都抽烟，是这些抽烟的人，他们通过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训练，再配合他们的天赋，最终成为了大佬。肩胛骨弹响的去问运动康复的教练，我是增肌减脂教练。北极熊啊，北极熊就算了，我就不太想做动作了，太累了今天。一会儿就下了，北极熊就不做了。祖辈思维逻辑强了一匹，那肯定有头顶尖尖的嘛。我头尖尖的肯定强的离谱。主播的头尖尖的，烟是快态啊。哎呀，烟你不抽，状态只会更好。如果你是王牌10颗星，
你不抽烟可以到王牌11颗星，只会让你状态更好。别戴帽子，戴吧，头发啊，理发师心情不太好，把我头发剪成栗子了，还是戴帽子吧。那天我晚上6点钟去吃饭的，本来理发是要跟一家人去吃饭了，结果我来的好巧不巧，刚好去剪头发，导致他们一家人不能去外面吃饭了。于是理发师心情相当的不好，直接把我头两个剪没了，直接把我头给剪没了，你知道吗？算了，就不展示了，我笑崩了已经。理发师心情他不好，把我头发剪成栗子了，直接。我也是很无奈呀。女生体脂率20，有小度的，女生20体脂率，应该不止20，应该是20多，应该是20多。没理解，其实也不能怪我，是本身前面就排了好几个人。本来我是那个点差不多了，5点多一点去嘛，前面排了很多人，然后后面又排了几个人，打电话还有预约了几个人，就导致理发师的心情就非常的差。其实就我一个人的话，剪完他们就去吃饭了，但是后面又来了很多人，他的心情一下就不好了。然后刚好我又在剪头发，导致我头发就直接被剪成栗子了，就直接。要是后面不来几个人的话，理发师的心情也是挺好，因为剪完我就直接关店了。结果又来了几个人。体脂率25到一般多久合适？减脂吗？一般3个多月吧，3个多月合适。肌肉基本上不怎么掉，3个多月，3个月也可以。招财呀、这歌不行啊。我体脂率11。我这种身材大概多少体脂？11。我是大佬，我是薄肌男孩。3个月加有氧吧。有氧就带着做，有氧不用每天做。其实有氧不做的话也可以，因为1个月减3个点的话，对有氧的要求不会特别高。3个点以上的话要加入有氧了。3个点以上，1个月减2%到3%的体脂率，只要你饮食控制的好。多吃瓜果蔬菜、五谷杂粮、肉蛋奶这些热量密度高的食物，它有氧可以不用做的，因为正常来说就是慢慢掉了。我手臂没天赋，不练了。碳循环用蛋白粉啊，你连蛋白粉都搞不明白，就别用碳循环了。蛋白粉喝不喝，它是一个非常入门级别的问题啊。如果你还没有入门，你就去用这种高阶的碳循环，我觉得你就纯瞎搞，哥们儿。用普通减脂方法吧，不要搞碳循环。你连2×2=4都没摸清楚，就已经做到伪神的班级里上奥数了。不要用碳循环，哥们儿，你搞不明白的。蛋白粉就是补充蛋白质的呀，就这么简单呀。你缺蛋白质你就用呗，你不缺蛋白质就不用呗。蛋白质压力太大了，碳循环一般蛋白质一般也是1.5倍到2倍区间呀，减脂，或者说1.5倍到2倍多一点，不会太多了。可以用啊，可以用啊。我一天吃多少碳水啊？300-400吧，300-400的碳水。
手臂啊，手臂用哑铃练就可以了。你去抖音搜一下手臂怎么练，它会有教程的。认得出我吗？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看我几分像从前。就我家镜子，我一会儿去拍呀，再去合拍一下。哦呦，拍不了了，直接大了一圈呀！我去。以前胸肌很薄的，以前胸肌，现在胸肌厚的离谱，现在胸肌。最近是胖了没胖？你看我体脂嘛，还是一层皮，没有胖。只是盐吃多了储水而已，胖是没胖的。胖的话呢，肌肉就不拉丝了。我肝力增肌状态一直很好的，你看还有点血管呢。其实你说胖也没问题，因为毕竟肝力增肌它会长脂肪的，只是长得不多而已。你说胖了也没什么问题。臂围39不充血，这是啥时候照片啊？应该是18年吧，18年、19年这样。哎呀，大了一圈用了多少时间？用了6年多。脸圆了，脸圆了是没开美颜，哥们儿，脸还是一层皮，要么就是储水了，要么就盐吃多了储水了。可能我喜欢吃辣椒酱，辣椒酱里面钠含量盐比较多，它会出水。6年多，手腕可以练粗吗？一般练不了多粗。干瘦类型，我是瘦子呀，我就是瘦子呀，我从小就是瘦子呀，我一直都没胖过，我一直都是瘦子呀，没胖过。当时手臂的话就30左右嘛，现在都基本上快40，大了一圈了。中间偷懒了吧？给你装一天逼啊！我的身材在健身房算天花板水平啊，在商健是天花板水平了。腰会越练越粗吗？肯定会啊，手臂会越练越粗，那凭什么腰不会呢？你脖子练的话，脖子也会越来越粗啊，只是我们正常人都不练脖子。你腰不粗，核心如何变强呢？你手臂不练粗，你怎么推得更重呢？肯定会粗的。体脂率怎么降？拉出热量缺口。居家上胸的话呢，去买一个上斜凳，上斜哑铃推胸就可以。OK， 然后明天7点到8点再见吧。前2天还没这么壮，哎呀，前2天一直是这样的，一直都是没充血的状态，充血会更大的，充血再大一点点，等到明年再来看我，等到明年2026年的11月份来看我，我会比去年我预计又能大3到4公斤，只要我把计划做好，饮食做好。明年如果再大1公斤的话，再大3、4公斤，我基本上象山县可以统治了。
就当下，哇塞，就很夸张了，把肉量全堆到肩膀和上半身，我要成为象山天花板。展个背就结束吧，摆一下健体动作，展个背就结束了。再重个3，哎呀，明年预计上半身又是长2公斤，因为每年都长2公斤，非常稳定的。下半身腿的话，估计也是2公斤。我练了5年半了。鲨鱼辣椒，什么是热量缺口？热量缺口我就不解释了，你去百度或者豆包去搜一下吧，用官方的回答去理解一下就行了。热量缺口，热量缺口对减脂是最重要的，是最重要的。它的重要程度就相当于黄金啊，相当于黄金。你拉不出热量缺，搞不出热量缺口，你减脂再怎么搞都没用。它是直接跟你的效果挂钩的热量缺口。我搞这个都已经搞了几百个会员了，我肯定是非常清楚的。热量缺口对于减脂是最重要的。我带的会员都估计500-600个都有了，所以我经验是很丰富的，一定要把热量缺口把控好。没缺口意味着你减脂没效果。肩宽就侧平举，做哑铃侧平举，去搜一下吧，哑铃侧平举。我不吃放纵，我都吃不下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鸭腿饭吃了1公斤呢，我都吃不下。米饭就1斤多了，米饭，鸭腿啊、卤蛋呀、青菜呀、土豆丝太多，我都吃不下。我到现在肚子还是胀的，消化都要消化，估计2-3个小时呢，太胀了，我都不想吃放纵餐。然后结束之后呢，晚上还有半个电饭煲的绿豆，大概是3两的绿豆，煮出来的话应该是3碗，再把绿豆给吃掉。我碳水一天要吃5倍多，不吃5倍多我感觉都不怎么充血。前阵子碳水估计吃了4倍多，碳水没吃够，脂肪吃多了，导致我的训练怎么说不怎么充血。然后昨天我休息1天，碳水上去，哇靠！今天充血背直接就非常的充血背，感受是相当的好啊。外胚体脂啊，那跟我一样练啊，干净增肌嘛。外胚体脂的话，把饮食做好，然后把那个训练做组重量提升上去，这是我以前体脂基本上没怎么变过。这是我以前薄肌的时候，当时我把这个照片发在健身 QQ 群里面，我直接被踢了，我去！我当时以为自己练得很好了，新手膨胀期嘛，然后把我照片发在那些群里面去炫耀，但群里又有大佬了，当时我直接把我踢了，我去！太看不起小白了吧？怎么回事？哪个大佬不是从小白过来的？我在群里发个照片就把我踢了。这个是19年的时候，19年，当时我才19岁呢，刚刚就是毕业了，然后开始做俯卧撑搞健身。我当时直接去考教练证了，我想寻求一个系统的训练方案，因为去找教练的话呢，教练他也不会倾囊相授，明白吧？他不会倾囊相授的，要么你就花点钱自学，要不然的话呢，他只能一直带着你，他不会倾囊相授。当时我就觉得肩膀有点天赋，哎，只可惜到第3年、第4年荒废了，要不然我肩膀的现在肯定很翻了。我肩膀到23年直接不练了，因为我当时放弃了，我觉得我练不大，我觉得我已经到头了。但是回过头来挺可笑的，我要是当时不放弃的话，我应该会练得更好，太可惜了。怎么干净增肌？干净增肌的话，不要有过多的热量盈余，饮食永远是够用就行了，把蛋白质、碳水和脂肪都给它吃够。
蛋白质脂肪选择比较干净的脂肪，不要吃那种人造奶油，什么植物黄油啊，什么起酥油啊，什么炸鸡的油，这种油不太好，脂肪也不太好。什么脂肪比较好呢？核桃、松子富含必需脂肪酸，比如说欧米伽3，也叫亚麻酸，它是鱼油中的一种主要成分。这种脂肪是好的脂肪，或者说是大豆油、菜籽油，这种种子油也富含必需脂肪酸。其实橄榄油也是好东西，橄榄油的话呢，它能促睾，它的单不饱和和饱和脂肪非常丰富，适合我们自然增肌的选手促睾，非常好用。坚果类也很好，坚果的话，说不过来，其实都可以，反正就是坚果这种比较好一点的油，用来当脂肪。碳水的话呢也有讲究，碳水就不说了吧，蛋白质也不说了吧，蛋白质我一般绿豆挺喜欢吃，绿豆的植物蛋白也能用。必为不充血39，充血的话41。差不多了，明天7点8点再见吧。洗澡去了，健完身没洗过澡，洗澡去了。花生油啊，花生油它能用，但是我觉得菜籽油、大豆油、亚麻籽油会更好一点，因为它们还有一种属性啊，它们那种必需脂肪酸含量会高一点点。花生油它不上不下的，吃嘛也可以。看一下背啊，杠铃俯身划船和高位下哪个好？这各有各的好呀。你问这个问题，就好比在问飞机跟坦克哪个好。那飞机的话，在以前打仗掩护步兵推进呢，一轮炮击结束了，那坦克推进，步兵就跟在后面，直接就攻你战壕了呀。飞机的话呢，直接打掩护，一轮轰炸下去，都躲进地洞了，然后又开始步坦协同推进了呀。他们各有各的好处啊。俯身杠铃划船的话呢，一般对你的背阔啊，还有腰椎段竖脊肌锻炼是比较好的。你这个高位下拉的话，如果你采用1.5倍肩宽呢，它对你的大圆肌这边感受是比较好，各有各的优势，各有各的优势。杠铃划船练这个地方没有高位下拉好用，就这个点位大圆肌。好了，就不想展示了，主播只想练薄肌的，现在练的有点恶心了，不想再展示了。倒三角啊，哎呀，不要练太大啊，练太大的容易单身啊，练太大的话女孩子不喜欢了。像主播一样练的小小的薄肌就行了，你们不要练太大，练太大他们都是要说你恶心了。好，拜拜，明天见吧，明天7点8点见了。